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关于误解的故事，也是一个让我深受触动的配对经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地方、一个人的认知可能完全建立在刻板印象之上，而爱情往往就是打破这些刻板印象的最好方式。小雨是我去年夏天接待的一位客户，北京姑娘，28岁。在知名互联网公司担任高管助理，年薪30多万。她身高1.65米，身材比例特别好，平时爱健身，腰细腿长，有着让人羡慕的马甲线。小雨性格开朗，谈吐得体，是那种走到哪里都会成为焦点的女孩子。丽姐，我条件还可以，为什么总是遇不到合适的对象呢？小雨坐在我对面，一脸委屈地问道。我笑了笑，好姑娘，北京的优质男青年那么多，你这么优秀，怎么会找不到呢？都是些应酬多、加班狠的工作狂，要么就是妈宝，动不动就说要跟父母住一起的。小雨叹了口气，我都快绝望了。听到这里，我脑海中闪过一个人选，阿峰，35岁，台湾台东人，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做技术总监。他来大陆工作已经5年多了，性格温和，有责任心，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是妈宝男。于是，我向小雨推荐了阿峰。台湾男人，小雨惊讶地挑了挑眉，台湾不是经济不太行吗？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不都来大陆发展了吗？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还带着这种刻板印象呢？我笑着说，虽然近年来大陆发展速度确实快，但台湾的人均 GDP 可不比大陆低，而且台湾男生普遍比较细心体贴，很会照顾人。小雨将信将疑，但在我的鼓励下，还是同意了和阿峰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台湾主题餐厅，我特意选了这家店，希望能让阿峰有些亲切感。阿峰比约定时间提前了10分钟到达，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和深蓝色休闲裤，干净利落，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他身高1.78米左右，虽然不算高大魁梧，但身材匀称，肩宽腰窄，看得出平时也有锻炼。小雨姗姗来迟，踩着高跟鞋，穿着一条修身的连衣裙，裙摆刚好及膝，既不保守也不过于暴露，衬托出她纤细的腰身和修长的双腿。她的出场引来不少回头率，阿峰也明显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自然。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小雨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也是刚到。阿峰起身，绅士地为她拉开座椅。这个小细节给小雨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告诉我，大陆男生很少有这样的绅士风度，多数时候都是各自做各自的。餐厅点单时，阿峰主动询问小雨的喜好，你喜欢吃辣吗？有什么忌口的食物吗？我吃辣，没什么忌口。小雨回答。那太好了，我推荐你尝尝这家店的麻辣卤肉饭，很有台湾特色，但加了一点北方的麻辣元素。阿峰温和地说。饭后，阿峰坚持要送小雨回家。路上，他们渐渐敞开心扉，聊起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你是台东人，我听说台东是台湾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小雨好奇地问。阿峰笑了笑，确实比不上台北那么繁华，但我们那里山清水秀，生活节奏慢，很适合养老。那你家里条件怎么样？小雨直接问道。阿峰顿了顿，我们家里以前确实不太富裕，小时候经常吃番薯充饥。小雨若有所思，在他的认知中，能吃饱饭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现在谁还为吃饭发愁呢？后来，小雨向我反馈说，阿峰人很好，但他担心两人的经济条件差距太大，怕以后会有矛盾。丽姐，他说他家小时候穷到要吃番薯充饥，现在台湾人还这么穷吗？我哭笑不得，傻孩子。他说的是小时候，现在台湾人均 GDP 比大陆高多了，而且台东虽然没有台北繁华，但那里有着台湾最美的自然风光，房价也没那么离谱，很多人梦寐以求能在那里有套房子呢。经过我的劝说，小雨同意再多了解阿峰一段时间，他们开始频繁约会，从最初的拘谨到渐渐熟悉。阿峰带小雨品尝了许多台湾美食，小雨则带阿峰体验北京的胡同文化。有一次，小雨不小心扭伤了脚，阿峰二话不说，背着他走了近1公里去医院。医生说只是轻微扭伤，休息2天就好。
阿峰却坚持照顾小雨，买来各种药膏，晚上还给她煮了姜汤。台湾男生都像你这么细心吗？小雨好奇地问。也不全是，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在女性长辈的呵护下长大，耳濡目染吧。阿峰轻声回答。他偶尔会说起台东的风景，那里有广阔的太平洋，有清澈的溪流，有郁郁葱葱的山林。他的眼神中流露出对家乡的无限眷恋。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带你去台东看看，那里的风景真的很美。阿峰眼中闪烁着光芒。我也想去，但是小雨犹豫了一下，你家里真的那么简朴吗？阿峰似乎有些尴尬，我们家确实不算富裕，但温饱不是问题。我爸妈都是普通工人，供我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小雨听了，心里更加确定了台湾经济不如大陆的印象。毕竟在北京，他认识的同龄朋友，家里多数都有几套房产。随着时间推移，小雨和阿峰的感情渐渐升温。阿峰的温柔体贴、责任心和进取精神深深吸引了小雨。他不像小雨以前交往过的北京男孩那样浮夸，也不像那些事业有成的男性那样自负。他有自己的原则，却又充满包容。他勤奋努力，却不功利心太重。而小雨的开朗自信、独立自主也让阿峰倾心不已。她不像台湾的一些女孩那样内敛，她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有时甚至有点直率。但正是这种率真，让阿峰感到无比舒适。你知道吗？我最喜欢你笑起来的样子。一次约会中，阿峰突然说道。小雨愣了一下，为什么？因为你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像月牙一样，特别真诚。阿峰认真地说。小雨忍不住笑了，你这人真是，你看，就是这种笑容。阿峰情不自禁地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小雨的嘴角。这个瞬间，两个人都愣住了，空气中仿佛有电流穿过，小雨感到心跳加速，脸颊发烫。阿峰迅速收回手，有些窘迫地道歉，对不起，我没关系。小雨小声说，眼神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牵手。回家的路上，阿峰的手掌温暖而有力，给了小雨无比的安全感。阿峰，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小雨鼓起勇气问道。什么未来？阿峰反问。就是如果我们在一起，你会留在北京吗？还是回台湾？阿峰沉默了一会儿，说实话，我一直梦想能回台东定居，那里的生活节奏慢，环境好，非常适合生活。但如果你不愿意，我也可以考虑留在北京。小雨心里一阵感动，阿峰愿意为了他放弃回家的梦想，但同时他也有些担忧。台东在他的印象中是个落后的小地方，他习惯了北京的繁华，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那里的生活。我也可以去台东看看。小雨试探性地说，如果那里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美，我不介意尝试新的生活。阿峰眼前一亮，真的吗？那太好了，下次休假我就带你回台东，让你看看我从小长大的地方。就这样，一个去台东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半个月后，小雨和阿峰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然后他们转乘台铁前往台东。一路上，小雨不断被台湾的自然风光所震撼。从台北到台东，列车穿越了宽广的平原、蜿蜒的山脉以及壮丽的海岸线，这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小雨惊讶地说，我还以为台湾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呢。阿峰笑了，台湾确实有繁华的城市，比如台北、台中，但更多的是像台东这样保持着原始风貌的地方。列车缓缓驶入台东站，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干净整洁的小城。街道不像北京那样宽阔，但井然有序；建筑不像北京那样高耸，但各具特色；人群不像北京那样密集，但友善热情。这感觉好精致啊！小雨不由自主地赞叹道。他们先在市区的酒店放下行李，然后阿峰带小雨去了当地的夜市。台东的夜市比不上台北的士林夜市那么出名，但小吃同样丰富多样。他们品尝了臭豆腐、蚵仔煎、地瓜球等各种台湾特色小吃。明天我带你去我家看看，不过先说好，我家真的很普通，别期望太高哦。阿峰一边吃着珍珠奶茶，一边说，放心啦，我又不是什么公主，什么样的房子没见过。小雨自信满满的回答。第二天一早，阿峰开着租来的车，带小雨前往他的家乡台东县卑南乡。随着车子逐渐驶离市区，周围的景色变得越来越美丽。
远处是层层叠叠的山峦，近处是广袤的田野，偶尔能看到农民在稻田里劳作。台东真的好美，小雨由衷的赞叹，难怪你这么想回来。是啊，这里的空气特别好，晚上还能看到满天繁星，是都市里看不到的景象。阿峰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车子拐进一条小路，两旁是高大的椰子树和各种热带植物。再往前走，一片宽阔的庭院出现在眼前，庭院中央矗立着一栋3层楼的独栋豪宅。到了，这就是我家，阿峰淡定地说。小雨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景象。这哪里是什么穷到吃番薯的家庭啊，这分明是一栋价值不菲的豪宅。豪宅占地约300多平方米，欧式风格的外观，宽敞的阳台，还有精心打理的花园。院子里停着2辆车，一辆是普通的家用车，另一辆竟然是他在北京都很少见到的进口豪车。小雨感到自己被欺骗了，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怒火。阿峰，你不是说你家里很普通吗？这叫普通？阿峰一脸茫然，这在台东确实很普通啊，乡下地方地多人少，建这样的房子很正常的。就在这时，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从屋内走出来，她看上去保养得当，穿着简单却不失品味的家居服，手腕上戴着一块名贵的手表。阿峰，你终于回来了。中年妇女热情地拥抱了阿峰，然后好奇地打量着小雨，这位就是你常提起的小雨吧？果然很漂亮。妈，这是小雨。小雨，这是我妈。阿峰介绍道。阿姨好。小雨有些拘谨地问好，别叫阿姨，叫我妈妈就好。阿峰妈妈亲切地拉着小雨的手，来，进屋里坐。小雨跟着阿峰和他妈妈走进豪宅，一进门，更加奢华的内部装修让小雨目瞪口呆。客厅宽敞明亮，摆放着高档的真皮沙发和名贵的实木家具，墙上挂着几幅看起来价值不菲的油画，角落里还有一架3角钢琴。阿峰，你不是说你家里？小雨凑到阿峰耳边，小声问道。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家里很穷？阿峰有些疑惑。你说你小时候经常吃番薯充饥？哦，那是因为我爸妈希望我们能记住艰苦的日子，所以每周都会有一天只吃番薯，算是一种家庭传统吧。阿峰解释道。但这不代表我们家真的很穷啊。小雨无语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对台湾，特别是台东的经济状况有着严重的误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小雨逐渐了解到，阿峰家在台东当地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父亲早年在纺织业打拼，后来转型做有机农业和生态旅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那栋他眼中的豪宅，在台东当地其实并不算特别奢华，只是因为地广人稀，很多人都住在这种独栋别墅里。更让小雨吃惊的是，阿峰家虽然有钱，但生活方式却非常低调。他们依然保持着简单的生活习惯，注重环保和健康，而不是铺张浪费。我们台湾人，特别是台东人，很讲究生活品质，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享受。阿峰妈妈告诉小雨，钱财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有。小雨对此感触很深。在北京，很多人都在拼命攀比物质财富，却忽略了生活的真谛。而在台东，人们似乎找到了更平衡的生活方式。随着在台东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雨发现自己越来越爱上这个地方了。这里的生活节奏慢，但质量高，物质不算特别丰富，但精神世界却异常充实。某天，阿峰的父亲从台北出差回来了，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皮肤黝黑，看上去很是朴实，完全看不出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爸，这是小雨，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阿峰为小雨做介绍。小雨啊，听阿峰提起过你，说你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阿峰爸爸热情地说，一点架子都没有。晚餐时，阿峰妈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有当地特色的飞鱼、石斑鱼，还有自家种的有机蔬菜。饭桌上，阿峰爸爸谈起了自己的创业经历。我们家原本是做小型纺织厂的，后来台湾这行业不景气，很多厂迁去了大陆，我差点破产，是阿峰妈妈建议我转型做有机农业，没想到一下子找到了新方向。小雨惊讶地看着阿峰爸爸，叔叔，那您现在主要做什么生意呢？现在呀，我们有自己的有机农场，还开发了生态旅游项目。
台东的自然环境太好了，很多台北人周末都喜欢来这里度假。阿峰爸爸得意地说，去年我们还和一些大陆的电商平台合作，把台东的水果和农产品卖到大陆去呢，那生意一定很好吧？小雨好奇地问。还行啦，不过我们台湾人不太讲究赚多少钱，更看重生活品质。阿峰爸爸笑着说，看阿峰有能力在大陆赚大钱，但他总说想回台东定居，慢慢生活。这段对话让小雨对台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一直以为台湾经济落后，人们生活水平不高，但现在他发现，台湾虽然在某些方面的发展速度不如大陆快，但人均收入和生活品质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台东这种看似偏远的地方，虽然没有大都市的繁华，却有着惬意的生活方式和令人羡慕的生活环境。阿峰，我很抱歉之前对台湾、对台东有那么多误解。晚上，小雨坐在阿峰家的后院里，望着满天繁星，真诚地道歉。没关系，很多大陆朋友第一次来台湾都会有点文化冲击。阿峰温和地说，我们台湾虽然 GDP 总量比不上大陆，但人均 GDP 还是挺高的，而且台东这种乡下地方，房价没那么贵，生活成本也低，所以生活质量反而更高。小鱼点点头，我懂了，我只是没想到你家条件这么好。阿峰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其实我一直没觉得自己家有多富裕，在台东，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挺普遍的。我爸妈很朴实，从不铺张浪费，也让我从小就有着节俭的习惯。难怪你在北京生活那么简朴，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呢。小雨恍然大悟，哈哈，那是因为我觉得没必要把钱花在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上。阿峰笑道，我更愿意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体验上，比如旅行、学习新技能。这番交谈让小雨对阿峰有了全新的认识。他突然明白，阿峰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他的温柔体贴，更在于他那种独立自主的人生态度和不随波逐流的价值观。在台东的最后一天，阿峰带小雨去了当地最著名的景点三仙台。这是一座由海蚀岩礁形成的小岛，与台湾本岛之间有一座优美的八拱跨海步桥相连。走在步桥上，迎面吹来的是清新的海风，耳边是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远处是湛蓝的太平洋，近处是形态各异的岩石。这一切美景让小雨陶醉不已。阿峰，谢谢你带我来这里，台东真的太美了。小雨深情地说，你喜欢就好。阿峰注视着小雨，眼神中充满了深情。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能在台东安家，每天看着这片海，听着这片海慢慢变老。真的吗？那你为什么要去北京工作呢？小雨好奇地问。阿峰沉思了一会儿，因为我想历练自己，见识更大的世界。台东虽好，但视野有限，我希望能在大陆积累一些经验和资金，然后回来实现我的梦想。什么梦想？小雨追问道。我想在台东开一家科技公司，为这里的农业和旅游业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更多像我爸爸这样的人转型升级。阿峰认真地说，我相信科技可以改变台东的未来。小雨被阿峰的理想深深打动了。在北京，他见过太多只追求个人财富的人，却很少见到像阿峰这样心系家乡发展的年轻人。阿峰，我觉得你真的很特别。小雨由衷地说，哪里特别了？阿峰有些不好意思。你有自己的理想，不盲目追求物质，知道自己要什么。小雨看着阿峰的眼睛，我在北京见过太多迷茫的人，他们有钱有房，却不知道为什么而活。阿峰握住了小雨的手，其实我也有迷茫的时候，但每次回到台东，看到这片海，这片山，我就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梦想在哪里。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两人身上，海风轻拂着小雨的长发，她的脸颊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红润，眼睛里闪烁着动人的光芒。阿峰情不自禁地搂住了小雨的腰，小雨也靠在了他的肩膀上，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大海，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小雨，阿峰轻声说，我喜欢你。小雨的心跳漏了一拍，她抬起头，看到阿峰真挚的眼神，我也喜欢你，阿峰。两人的唇慢慢靠近，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分享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吻。回到北京后，小雨和阿峰的感情越来越深，
但现实问题也随之而来，他们未来要在哪里生活？阿峰的梦想是回台东发展，而小雨在北京有着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他的家人朋友也都在北京。小雨，我知道让你放弃北京的生活很难，但我真的很希望你能考虑和我一起去台东生活。一次约会中，阿峰认真地说，阿峰，我也很喜欢台东，但我在北京的事业刚起步，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适应台东的生活。小雨坦白道，我理解。阿峰叹了口气，或许我们可以先两地分居，等时机成熟了再做决定。小雨看着阿峰失落的眼神，心里也很不好受。他确实爱上了阿峰，也爱上了台东那种慢节奏的生活，但要他立刻放弃在北京的一切，他还没有准备好。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了。小雨，猜猜我得到了什么好消息？某天，阿峰兴冲冲地跑来找小雨。什么好消息？小雨好奇地问。我们公司决定在台湾设立分公司，而且让我负责。阿峰激动地说，这意味着我可以回台湾工作了，而且职位还有提升。真的吗？那太好了。小雨真心为阿峰高兴，但是阿峰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分公司设在台北，不是台东，这也不错啊。台北比台东繁华多了，不是吗？小雨不解地问。是啊，但我一直梦想回台东发展。阿峰有些纠结，看着阿峰犹豫的样子，小雨突然灵光一闪。阿峰，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先在台北生活，等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资金，再一起去台东创业，这样我也有时间适应台湾的生活。阿峰眼前一亮，这个主意真不错。台北和台东只有几小时的车程，周末我们还可以回台东看看。而且，小雨狡黠地笑了，我也可以申请我们公司的台北办事处，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在台北生活了。真的吗？你愿意为我去台北工作？阿峰惊喜地问。当然，小雨坚定地说，我爱你，阿峰，为了我们的未来，这点改变算不了什么。阿峰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地抱住了小雨。半年后，小雨成功申请到了公司台北办事处的职位。他和阿峰一起在台北租了一套小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适应新环境对小雨来说并不容易。台北的生活节奏虽然比不上北京那么快，但也不像台东那么悠闲。语言也是一个挑战，虽然都说中文，但很多用词和表达方式还是有差异的。不过，有阿峰的陪伴和耐心指导，小雨很快就适应了台北的生活。他甚至爱上了台湾的美食、人文和那种处处体现的人情味。工作上，小雨负责协调北京总部与台北办事处的业务，阿峰则全力投入到台湾分公司的筹建中。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但每天能一起吃晚饭，分享生活已经是莫大的幸福。周末他们会开车回台东，帮助阿峰父母打理农场和旅游项目。小雨意外地发现自己很享受这种田园生活，尤其是看到游客们品尝自家种的有机蔬果时，脸上满足的表情。阿峰，我好像越来越喜欢台东了。一次回台东的路上，小雨突然说道。真的吗？阿峰惊喜地问。台东的空气真的很好，生活节奏也很舒适，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很真诚，不像大城市那么功利。小雨认真地说。阿峰开心地笑了。那我们的梦想是不是可以提前实现了？别急，我们还需要在台北多积累一些经验和资金。小雨理性地说。不过，我已经在考虑未来在台东创业的可能性了。我们可以结合你在互联网行业的经验和我在科技领域的专长，做一个农业电商平台。阿峰提议道，帮助台东的农民把产品卖到大陆去。好主意，小雨眼睛一亮。我们还可以开发一个旅游 APP， 推广台东的生态旅游资源。两人越聊越兴奋，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蓝图逐渐清晰。1年后，在台东的一个海边小教堂里，小雨和阿峰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小雨穿着一袭简约大方的白色婚纱，在阳光的照射下，她的肌肤如同细腻的瓷器，散发着迷人的光泽。修长的颈项、纤细的腰身、优雅的举止，让她宛如一位从画中走出来的公主。阿峰穿着笔挺的西装，眼中满是对新娘的爱慕和珍视。我曾经以为台湾，特别是台东，是个落后的地方。小雨在婚礼上深情地说。
但阿峰带我发现了台东的美，不仅是自然风光的美，更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美。他让我明白，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财富，而是心灵的充实和生活的品质。阿峰则表示，小雨让我看到了大陆女孩的独立自主和进取精神，她的勇气和适应能力让我敬佩。为了我们的爱情，她愿意离开繁华的北京，来到陌生的台湾生活。这份勇气和付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婚礼后，小雨和阿峰在台东买了一栋临海的小别墅，既不像阿峰父母家那么大，也不像台北的公寓那么拥挤，恰到好处的大小，让他们的生活既舒适又不失温馨。2年后，他们的农业电商平台台东鲜成功上线，帮助当地农民将有机农产品销售到大陆各地。他们的旅游 APP 遇见台东也吸引了大量大陆游客前来体验台东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小雨和阿峰的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也幸福美满。每天清晨，他们会一起在海边慢跑，傍晚一起欣赏夕阳西下的美景，夜晚躺在自家院子里看满天繁星。小雨，你后悔来台东生活吗？有一天晚上，阿峰突然问道。小雨摇摇头，一点都不后悔。虽然台东没有北京那么繁华，物质生活也没那么丰富，但这里有我爱的人，有让我向往的生活方式，还有实现梦想的平台。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阿峰紧紧握住小雨的手，谢谢你愿意和我一起走这条路。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跨文化恋爱经历，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